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。这次来到日本富山县的黑部市，远方就是有名的立山连峰。晚上要跟黑部港的鹰野定制网出海，看一下日本定制网的作业。富山湾就是定制网语法的发源地，从16世纪就有文献记录，这里会用草绳做定制网。感谢定制网老板上野社长，让我们一起出海捕鱼。我们抵达的时候是傍晚5点，吃完晚餐休息一下，凌晨12点出海捞鱼。这次来日本拍摄，预计要待15天，我都全程使用 Surfshark VPN， 让我在连接网络时有多一层保护罩。尤其是自由行的时候，需要查询资料、看地图路线、订车票、各种网络活动。连接的 WiFi 又是机场、饭店、商家的开放网域，使用 Surfshark VPN 让我更安全。我的密码、交易记录、信用卡号就不会在公共的 WiFi 被有心人士窃取外流。这次的行程因为协调的项目太多，一直到出发前1周才确定下来。我们在基路原本看好的饭店，较经济的房型突然间没有空房了。太太想说试试看 Surfshark VPN，IP 改成日本再重开网站，居然就出现2个房间了，价格也跟1个月前看的一样，就立刻订房付款。Surfshark VPN 在100多个国家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，改变上网的 IP 位置后，也可观看其他地区限定影音内容。一个账号使用的设备数量无上限，你的手机、电脑、平板都能设置同一个 Surfshark 账户。若使用不满意的话，30天内都可以申请全额退费哦。现在就点击下方说明栏内专属链接，并输入优惠码 HONSASHIMI， 即可获得 Surfshark 独家黑色星期五优惠，以及额外5个月的免费使用期。那在日本呢，只要船长愿意带你，谁都可以搭乘渔船出海捕鱼，不用像在台湾一样需要船员证。这次这么难得的机会，我就说服太太跟我一起出海。她是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海上捕鱼作业，之前她都会在岸上拍一个船离港的画面，然后就回去爽了。这次没有那种画面，2个人都在船上。我太太敢出海，你太太敢吗？今天气温大约8度，再加上搭船出海，冷风一直吹，整个体感温度超低，超夸张的。渔港中间会经过这个旋转桥，有船经过就会转成90度，另外一边像铁路平交道一样挡着。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渔港，但其实花了很多钱做基础建设。富山湾的海面就跟湖一样，完全没有浪，非常平稳，比台湾周围海域平稳很多。可能是因为这样才让学生或观光客跟渔船一起出海。我看有些日本学校的校外教学会来看这个捕鱼作业，作为生活教育、食鱼教育的一环。目前富山湾有100多个定制网，主要是捕捞虱鱼、沙丁鱼、鱿鱼，还有银乌贼。因为全日本总共有16000组定制网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，能养活很多公司跟从业人员，所以就有源源不绝的创新跟推广。这次有这个机会来参观，也感谢在日本的制网公司帮我们协调联络。这里的作业船出发时就会带着冰，鱼一捞上来就会立刻冰镇，这让我蛮惊讶的。因为现在日本气温很低，如果是在台湾的标准来看，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带冰出去，赶快捞一捞，赶快回来就好。海上打冰只是平排增加成本，消费者也不会欣赏。鱼只要没有臭，大家都吃得很高兴。那跟台湾一样，这边都是2艘船一起出海，船程10分钟就到达捕捞位置。灵巧的小船把绳子拉到大船上，由大船卷绳。大船上有大型的机械，大大降低工作强度，增加效率，但还是很少年轻人从事这个工作。而且日本的定制网还能够依照季节或目标鱼种来做调整，透过调整网具的深度或网眼大小，提高捕获数量。不知道是因为没有风浪，还是因为技术好，总觉得鹰野定制网操作起来很容易，大家动作都是慢慢的，没有人大声吆喝，静静的做事，有那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。这条绳子用2个浮球做记号，下面装了最新的感应器，有声呐会往水里发送讯号，讯息沿着那条蓝线传送到网具的发送器，这样在岸上用手机 APP 就能知道网子里面有没有鱼。这是一个最新的做法，听说台东的定制网有买一组。网子越收越近的时候，海鸥就聚集过来，更多的是在远处的浮球上等，都是视图老鸟，知道等一下起网有东西吃。
网子在收的时候，小鱼会往上冲，就刚好被鸟逮住。起鱼前，小船再绕过去，把网的边缘提高，不然鱼跳起来就逃走。你看，从头到尾都风平浪静的，就只是冷。这时，工作人员就拿着捞网，先捞高价值的鱼类，可以活体养着，避免损伤。超多小鱼就逃窜上来，鸟全部冲过来吃自助餐，鸟非常多，很有趣。那首先要捞的是软丝，就是没有一块硬骨的花枝，或者是说椭圆形的套丢。老板说这个价格高，很好卖，跟台湾人一样，很少人不喜欢套丢的。这个就是现捞的软丝，他们还会捞那些小鱼，主要不是为了吃，是想要赶走，因为他们会遮蔽水面，会看不见水里的高价鱼货。一边捞一边挪动网子，缩小鱼的活动范围后，就可以看得更清楚。我觉得这里的鱼种类很多，生态很丰富，不像台湾的定置网，大多都是洄游鱼类。有出过海的人就知道，鱼离水的当下其实是有温度的，尤其是运动量大的亮皮鱼，摸起来会比当下的水温还要稍高一点。所以捕到大量的鱼，如果没有降温，全都堆积在一起，恐怕当场就会开始腐败，尤其是那些被挤压在最下面的鱼。所以工作人员开始做海水冰桶。这么冷的天气，鱼也是要打冰，这就是观念跟作业习惯的养成。打冰除了能降温，同时能让鱼立即进入冷休克的状态。冷休克会造成全身紧绷僵直，在运送移动的时候，越硬的鱼受到的损伤越低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猜测跟观察啦，大家可以讨论看看。那渔网压缩到最后就开始捞，有大型机具做主要施力，那个捞网上的棍子只是控制方向而已。从这个角度就有拍到捞起来的鱼正在冒烟，虽然气温很冷，但他们还是会把鱼放进冰水桶里降温。船旁边有个活水池，养着高价的活体鱼。活体鱼到哪里价格都比较高，这应该是石斑跟比目鱼吧。这一网捞完之后，继续铺一点冰。这组定置网分成左右两边不同的高度。刚刚起网的是比较上方无加盖的渔网，目标是比较靠近水表的鱼群。现在要收另外一边深水的渔网。是我在台湾没有见过的网具，就像是一个水下的方形笼子，目标是比较深水域的鱼。在网子下绑铅块，让它沉得更低一点，扩大捕捞的立体范围。这组网操作很容易，两边的绳子一直拉，笼子就会出现，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捕捞。这笼子很酷，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塑胶拉链。因为整个笼子是关起来的，鱼出不去，打开拉链才可以把鱼捞出来，捕完之后再关起来。这一次的软丝更多，开始捞。日本富山县有3种最出名的海产：银乌贼、白虾、冰剑寒狮。每年11月到2月，狮鱼群会从北往南游，经过富山县就捕捞起来。在日本，体长要超过80公分以上，或者是超过8公斤的狮鱼，才能够叫做ブリ。那冰剑就在黑部的对面，捞的其实都是同一批鱼，所以我希望今天也能看到寒狮，这样子也算是见到冰剑寒狮了。
这里单独先捞起来的是高价的石斑鱼，海水很清澈又平稳。我太太说这看起来就像水族馆一样。这个深水网的鱼比水表的多更多。我有看到一些大尾的青竿了，有好多种鱼哦。仔细看看，你能够认出几种呢？老板说今天这个捕获量算是少的，差不多只有1吨吧。昨天就捕了3吨。他们在这里一天只作业1次，作业完整理完渔网，下班回家。顺便讲一下，社长的阿奏就是在做定制网，所以鹰野定制网之前还有得过奖，算是业界楷模吧。今天的捕捞结束了，回港整理渔获。我太太除了觉得很冷以外，没有任何不适感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来日本看看渔船的作业。我知道有些地方是有带观光客的。半路上，老板开始在旁边处理鱼，这是等等要做早餐的。他说以前都是作业完大家一起吃早餐，但现在年轻人很少一起吃了。小条的横带石雕，价格不好的话就准备自用。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本部影片，记得点击下方说明栏优惠码 HONSASHIMI 哦。船到港就搬出一个台子，把鱼倒在上面开始分类。在日本，鱼货一定要通过渔会卖，不能私下交给大盘，也不能直接开货车载走，都要透过渔会来拍卖，这样才收得到税，同时才能统计捕捞到的渔获数量。各渔港回报之后公布在网站上。我发现旁边居然有一台紫外线杀菌机，抽进来的海水先杀菌，然后再进水塔供应渔港使用。这个水塔看起来跟我上周去参观耿方渔港全新的水塔一样，但我没有看到杀菌机。在台湾有海水用，大家就觉得很高兴了。鱼的分类、登记、回报其实很重要，那是有效管理最初的基础。在台湾渔港每天进来多少鱼？其实没有人知道，每种鱼每年捕捞的总数也没有精确数字，最基础的数量都没有的情况下，说要做永续，要有效管理渔业，其实都是空话，是天方夜谭。我走了够多才敢这么说，懂的人都懂，点到为止就好。下面这一桶是下杂鱼，这些是卖不了钱的，会直接处理掉。你看有好多臭肚啊、小石雕，这个他们都不要，没人吃。这一尾是野生鲑鱼，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很老啊鲑鱼，不是台湾那种从机场来的很老啊。这里有一些高价活体养着，等等就活着拿去卖。老板还在杀鱼，看得我手痒，想帮忙，但手弄脏等等就没法拍摄了，而且好冷，开始飘雨了。我运气很好，出海没有遇到下雨。回港就开始下，我看老板弄了很多剥皮鱼、红干、白带、石斑等等的，等一下就要来吃。码头边上就是拍卖场地，分好的鱼直接在这里卖。拍卖场全面禁烟，各家渔船只能用印有自己单位名称的盒子装鱼，不能乱用。管理得很严谨。今天捞到很多软丝，依照大小分类。这个就是寒湿了。鱼分好，搬来称重、登记，接着在道路放了海水冰的盒子里。拍卖的时候也是全程保冰。
旁边这边是另外一艘船的渔货。这么大的拍卖场跟码头，只有为数不多的渔船在此停泊，但渔港设备却相当先进，有管理，有捕鱼，有抽税，所以才有钱建设渔港。接着老板带我们到附近的办公室，这外面是他们整理网具的地方，虽然堆满了杂物，却完全不臭。今天的早餐，这个是石斑生鱼片，刚刚现捞的。我第一次吃生的软丝，还有小的红干、咪咪干的刺身啊，剥皮鱼干露煮，这个还有准备白饭，鱼干都有保留下来，超甜、超绵密的。这锅汤就是所有的鱼头、鱼腹，还有白带鱼、石雕、软丝头什么的，再加上大葱、洋葱、香菇。我这次没办法吃给大家看，很冷，我要直接吃了。刚刚的渔港边是一级市场，有执照的业者才能参与竞标。这里就是一般散客能买的2级市场。这个地方呢，右边的叫现捞，左边的叫现做。顾名思义呢，一边卖生的海鲜，一边卖煮好的食物。外面停车场有停一台大的露营车，我觉得下次可以租一台露营车，停在这里连续住个半个月，只靠这间鱼市场卖的东西过日子。每种产品吃一轮绝对爽。这里有卖整尾的寒狮，我听说寒狮非常贵。来看一下价格，大家可以换算一下。在日本捕鱼的税最高是 25%， 虽然低于一般企业自然人最高 60%， 但是至少有在抽税，有钱才能建设渔港，让整体环境脱离原始跟脏乱。那在做了诸多手段下的鱼有变成很贵吗？这次来日本深深感觉到，因为做了这个 YT 频道啊，很幸运有机会能看到一些我想看到的世界，能跟很多业界人士学习跟交流，而我也会善用这一份幸运，努力学习，让自己更充实更专业，来传达正确丰富的资讯给观众。这个日本系列影片希望后面还能够有，大家敬请期待。那希望大家帮我按订阅一下。美食是一种很快能够创造幸福感的方式，希望我能持续的找到安全便捷的资讯，让大家都有机会在家里面创造自己专属的幸福感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拜。